苏联解体这个话题很难，对于很多苏联人这是悲剧。Считаю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громной трагедией XX века. 但是也有不少人很好奇，苏联为什么解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话题太复杂了。不过我今天试着用几个简单的例子引发大家的思考，或许这个视频看到最后，大家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期视频，我们会一起了解一下为什么苏联传奇汽车莫斯科人现在是中国制造。我们还会去到废弃的苏联工厂，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再去苏联时期欧洲最大的冰激凌工厂，了解一下为什么苏联的冰激凌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后，我们还会探访酒货市场，和经历过苏联的俄罗斯人交流，看看他们如何看待苏联制造，并且回答为什么说苏联解体的后遗症现在还在继续。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刚出生不久，也可以说我就是苏联人。不过那个时候我还小，还不记事。稍微长大一点，才了解到，当老师的姥姥上午要去教课，下午还要跟姥爷一起摆摊。他们需要排长队买香肠，需要到乡下的别墅种蔬菜，才可以维持生计。这个习惯甚至到现在都还有。姥姥家里有各种瓶瓶罐罐，里面都是自己制作的腌菜、果酱。所以这个话题对很多苏联人来说是痛苦的回忆。我还记得2年前我去参观过一个老爷车展，其中让我惊讶的是，里面有大量苏联汽车，而且看起来非常的精美，有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这些车不但在苏联很有名，在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甚至在西欧也能看到它们。当时如果你有一辆莫斯科人，就跟看到这幅画一样，女生就会很崇拜地看着你。很可惜的是，随着苏联解体，莫斯科的汽车早在20年前已经停产了。不过莫斯科人回归了。给我的感觉这辆车还可以啊，里面的这个空间也是蛮大呀。啊，上面还有这个可以打开，里面感觉挺简单的，但是还是现代的啊。这可以充电 ，USB， 质量还是蛮好的，也不晃，任何东西都不晃。Зарядите ее разочек, насколько хватит? 410 километров заявленный пробег у автомобиля. Эта модель 4 миллиона рублей по стоимости.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唯一一个东西是真正在俄罗斯本土产的，只有这个牌子。不过这也不一定。Только сборк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то китайское. Да, все верно, да. Ну, по факту это так и есть, никто этого не скрывает, да, но уровень локализации он буде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ся, то есть с теч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и это будет все более и боле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й автомобиль. 可能很多人听说了，其实这辆车是俄罗斯政府和中国建怀合作一起推出的。尽管很多俄罗斯人吐槽这辆车，说它完全是复制品，但是这最起码保证了汽车工厂会继续运行，保住了工人的就业，维持住了管理团队，当然也俘获了这个品牌。现在俄罗斯的工业处境非常尴尬，大部分行业就跟莫斯科人一样。但是在解体之前，苏联有着强大的工艺基础。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饱受诟病，但是还是有着非常多的成就。就连我现在偶尔还会用到一些苏联镜头，他们曾经也畅销海外。50、60年代的时候，中国还复制了不少苏联的摄像器材。但是现在学生显然超过了老师。我现在的镜头中就有不少是中国镜头，比如这个系列的微轴式镜头，它们的质地、手感都非常棒。关键是有些特性对我来说是必须的。有拍摄经验的人都知道，好的镜头其实就是可以带出去的、愿意带出去的镜头。微轴式的镜头非常巧小轻便，一次带几个出门毫不费力，尤其是在上稳定器的时候，有时就显现出来了。再有小巧的镜头不会吸引注意力，各种场所长途无阻。对，有些地方像是博物馆、剧院不能带大相机镜头。这个在室内或者在其他暗光环境下相当重要。我拍摄的时候这类场景还是蛮多的，
大光圈提高进光量的同时减少画面的噪点，并且可以获得虚化的背景，突出重点。还有，我可以这样旋转调节光圈，非常赞。别看它们小，它们的光学素质一点也不低。用微轴式拍摄出来的画面清晰、锐利、对焦快速、精准，一点不输原厂镜头。微轴式真的很赞，很期待会看到更多的微轴式的产品。计划经济虽然有自身的优势，比如从1930年到1950年，苏联经济成长迅速，但是劣势也十分明显。随着苏联经济规模越来越庞大、复杂，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变化，计划却总是迟到，或者干脆就是错的，尤其是缺乏创新的机制。其实这样的例子现在都还有。前2天我去俄罗斯邮政发包裹，这是一个典型的苏联建筑，很有历史的厚重感，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个博物馆。不过好印象到此结束，我一到这里就开始排队。然后我后面的人越来越多，我就会听到身边的抱怨声，因为5个窗口只有2个是工作的，而且工作人员是不紧不慢的，无所谓的态度。今天算是比较快，不到20分钟就搞定了。夸张的时候在这儿需要待1个小时才可以搞定，这就是俄罗斯国有邮局，在这排队是很正常的。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外国人来俄罗斯有3句话需要学会的。第一个呢是你好，第2个呢是谢谢，第3个呢是谁是最后一个。俄语是кто последний，这句话一定要学会。但是同样，如果你要发快递，通过私人公司，可能建筑没有什么历史感，但是体验完全不一样。基本不需要排队，服务也好很多，还可以通过 App 选择操作。再有就是银行，在俄罗斯大家一定绕不开联邦储蓄银行，他们的网点到处都是，但是每次去都需要排队，服务也只能说还可以，但是很少有什么创新。但是有私人公司就推出了俄罗斯第1家没有实体银行的网络银行，只需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得到所有服务，像什么支付、投资、买保险，甚至还可以办电话卡。最起码在被制裁前，它是世界上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虚拟银行。关键是办事不需要排队，卡也会送到你家里，客服也相当好。当市场没有选择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用质量车。虽然它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它确实是一辆车，最起码不需要走路。但是一旦市场开放，有了更好看、更便宜、质量更好的选择，我觉得不会有人用它，所以它会被遗弃，生产它的工厂也会被遗忘。俄罗斯各地都可以看到被遗弃的工厂，甚至是城市。这是一家之前位于圣彼得堡市区的制鞋工厂，在苏联时期非常有名，几乎每个列宁格勒人都穿过它生产的鞋。现在它早就被废弃了，但是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广告和苏联的勋章。Обувная фабрика «Скороход» известна очень дав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хотелось чуть-чуть более элегантную, но все-таки была очень качественная. То есть это обувь, которую носи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поколений. 从1940年开始，苏联的冰激凌就享誉全世界，它的制作标准也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现在还有这种老款的冰激凌。这里曾经是欧洲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冰激凌工厂，但是现在它只剩下了残垣断壁。这是红三角厂区，苏联时期的时候，它是最大的橡胶制品生产厂之一。苏联解体之后，工厂一部分被私有化，随后就破产了。现在这里是市区最大的废弃建筑群。
然后私有的一部分现在是改建的办公室，国有的这一部分完全废弃，管理混乱。这里现在还能看到有人办公，但是有些建筑很危险，到处都有砖头会随时掉落的警示牌。进到这里的感觉似乎是任何战争电影或者恐怖电影都可以在这里拍摄。它甚至变成了非法探险的圣地，有很多人偷偷潜入这里，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中攀爬。如果你来圣彼得堡，我强烈不建议大家参加这种旅行。不过，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废弃的工厂渐渐被利用起来，冰激凌工厂渐渐变成了住宅，汽车工厂变成了学校。听说鞋厂旧址也会被改建成休闲和商务中心。我前不久还去了圣彼得堡北部一个很有名的二手货市场，这里只有周末才开放。里面我看到了大量的苏联时期的东西。这还有个阿姨分享了她对苏联制造的看法。她本人在市场卖首饰，之前在工厂工作。Советская эпоха, если ювелирные изделия очень востребованы, ювелиры были боле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А сейчас немножечко уже это все падает. В советской эпохе, конечно, в душу вкладывали. Я, конечно, за то, чтобы все это развивалось. Я сама работала на металлическом заводе.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работала и уже уходила на пенсию. С почетом провожали. 在市场的卖家很多之前都是在苏联工厂工作的，或者是当老师的。苏联解体对他们来说是永远的痛，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很多。很多人说起这件事，现在还很激动，也有相当多的人拒绝发表评论。尽管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到现在它的影响还在，抵消的领域还有很多。虽然在很多行业有了进步，百姓的思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比如现在在这么严格的制裁环境中，俄罗斯的工业也还是在发展，像是电子设备、电脑、光学元件、家具等工业领域都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在很多领域还需要提高效率，加强创新。经过这种巨大的冲击，让不少俄罗斯人明白，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条路是走不通的。